中午好，我是 Jessica。今天我想分享的呢，是一个我曾经没有意识到的习惯，那就是我很怕被人误会，所以经常会主动跟别人解释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知道自己被人误会，而且错过了解释的机会呢，我就会觉得整个人轻轻的碎掉了。大家会有这种习惯吗？比如会不会经常担心自己说的话有歧义，所以就加一大堆的解释呢？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面聊养生的话题，然后大家就问我有没有尝试过艾草针灸，我说没有，然后想幽默一下就说可能我还没到中式血脉觉醒的年纪。说完以后又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妥当，那我是在暗示其他人年纪比我大吗？我就赶紧又解释说我是人老心不老，但又想不对，那我是想说其他人人老心也老吗？结果我在纠结当中呢，大家已经说到其他的话题了，我还在想说我一会儿要不要找个机会再解释一下。除了这种言行呢，有时候也非常怕自己的举动不小心让人产生误会。比如有一次我在餐厅里面打电话，然后跟电话里面的人就有一点工作方面的冲突和矛盾，所以挂了电话以后，我脸上那个表情还是很不高兴。这时候正好有一位服务生来收餐具，我还没来得及换表情，所以我就那样很生气的看了他一眼。他走了以后就在想，天哪，他会不会觉得我脸臭，是因为我看他的表情是不是特别不友好？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一直在餐厅捕捉他的目光，只要他看过来，我就会非常友好的快乐的冲他笑一下，然后努力的表达我没有针对你，我刚刚真的就是不小心。这个特点呢，肯定是会给我带来一些心理负担，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多说多错，所以在社交场合也比较安静。但我好像也没有想过要去改变，可能就真的是一种习惯了。但是后来我的心理咨询师，是的，咨询师也会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他很敏锐的就跟我提出来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非常喜欢解释自己，即使是在描述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我就讲说可能我很怕被人误会，我是高敏感人，然后就讲了一大堆。他说你看你又在解释自己了。他就跟我讲说，大家当然都不会喜欢被人误会，因为呢，我们人类的大脑对被其他人排斥这种感知，其实是跟对身体疼痛的感知用了一个神经回路。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被误会、被排斥的那种情绪呢，就跟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一样的难受。虽然我们的意识和思想是可以帮助分辨出哪种程度的误会不值得去担心和在意，然后哪种程度的误会确实需要拿出行动去纠正。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有很高的羞耻感，他就会放大一切被误会的情况，认为说如果别人误会我，他们就会得出一个我就是这样的人这种结论。那这个结论呢，就会让他们觉得我不够好，不值得被喜欢、被信任，甚至被尊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害怕一切被误会的时刻。而当我们不断的跟别人去解释自己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想要抵御这种强大的羞耻感，想让对方明白说，你理解错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值得被认可、被喜欢。可惜呢，这种方式并没办法帮我们真正的去消除这种羞耻感，因为每次去跟别人解释，其实我们就跟自己讲说，别人的看法特别重要，他们觉得我不好，那就真的很糟糕。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用解释去应对羞耻感，那这个行为其实反而强化了那种我需要别人的认可才能觉得自己足够好这种其实不太 OK 的信念。那为什么有一些朋友，比如我，就会有特别强烈的羞耻感，然后非常害怕被误会呢？第一个原因呢，有可能是曾经经历过羞辱或者是批判。比如说，如果曾经有过非常不健康的感情经历，我们一举一动都会被对方解读为你不爱了，你怎么这么不开心，你为什么要针对我？那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让人在一段关系里面变得小心翼翼，说每一句话之前都要在脑袋里面想一遍，说我这样想是不是又会被他误会呢？是不是又会引发一场争吵，然后我们就是感情会陷入僵局。
或者呢，在一个充满批判的文化里面生活或者是工作过。比如说你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拿出来反复的讨论，然后做错一件事情就会被贴上标签，有人会不断的提醒你记不记得上次你做了这件事儿之类的。那在这种有毒环境里面呢，任何的细节都有可能被人来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就觉得需要时刻的管理好别人对自己的印象。这样的经历就会在我们身上留下一种条件反射，后面即使我们可能断了那个感情，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还是会非常深刻的记住被误解以后发生的事情，那种解释半天也说不清楚的无力感，就会让我们不想再经历这样的事情，变得时时刻刻都在防御中，然后要解释自己的言行举止。这个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消耗的状态。我有一位来访人，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非常挑剔又多疑的领导下面工作，他做的每件事情都会得到质疑，说的每一句话呢都会被这个领导解读为很多的含义，让他写道歉信、解释信，不断的去重复这种行为，所以不管他多么小心翼翼呢，都会被挑刺儿。后来他在工作里面就形成一种习惯，汇报事情的时候会先解释铺垫一大堆，然后把可能被质疑的地方都堵上以后再说正事儿。他还把这个习惯带到了生活里面，说一句话就会解释3句，生怕朋友们会误会他。这个其实就是一次工作给他带来的很大的创伤。第二个原因有可能是完美主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完美主义的人是很强大的，他们有能力，所以才会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都很高。其实呢，完美主义跟羞耻感是很紧密连在一起的。有一本书，它是获得最具影响力女性的社会学家布林布朗写的《脆弱的力量》，后面我们也会聊到这本书。他在书里面就说，完美主义不是对卓越的追求，它本身呢是一种保护机制，会觉得如果我足够好，呈现的足够完美，别人就没办法批评我，我就不会被羞辱。所以呢，有完美主义倾向的朋友们对被误解的忍耐度是非常低的，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解释、去纠正，然后确保每个人对自己都是有正向的那种印象。第三个原因是自我价值感低。我们经常会听到那种内核很稳、很自信的人说，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不影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就类似这样的话。那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很低呢，就没办法这么想，反而会非常的依赖通过别人的结论来认识自己。所以呢，为了让周围的人给自己好评、积极的评价，就会非常在乎有没有被误会到，有没有不小心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印象。第四个原因是社交焦虑或者是高度共情的人会有的一种人格特质。那有些人天生呢就会有非常强的社交敏感度，他们就非常精准的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所以其他人因为自己说了一句话会产生的那种任何微妙的眼神变化或者短暂的沉默、不够友好的回复，都会被他们立刻捕捉到。那这一种天生而来的敏锐的感知系统呢，同时也会放大很多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的信号。比如说我有一位来访人，他是高敏感人，所以他就会非常细致的去观察我的表情。有一次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正好感冒了，鼻子不通气，我就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呢，他以为我说的话让他不开心了，就立刻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其实是想说，就开始很慌张的去解释自己。我呢非常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也是高敏感人。那之前我们聊过说高敏感是天生的，所以没办法改变自己不去留意这种微小的事情。最后一个有可能造成高羞耻感的原因呢，就是在成长环境过程中经常被长辈曲解自己的想法，或者在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被否定。虽然我们经常讲说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原生家庭这个箱子里，但是呢，一个人的羞耻感程度有多高，确实是在童年时期开始被塑造的。
如果一个小朋友在成长中经常因为表达不够清晰就被训斥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啊？你是在怪你的爸爸妈妈吗？或者在外面受到了委屈，被误解误会了，父母不仅仅没有保护他，相信他，甚至会说人家怎么不去错怪别人，就错怪你呢？那长久以来，这个孩子就会慢慢产生强烈的不安和羞耻感，会认为自己的感受和反应是不可靠的，很容易被误解，也很害怕这件事儿，就开始依赖外部的反馈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做得足够好。尤其对于天生敏感的孩子来说，这种影响会更大。我有一位来访人，他就分享说，小时候早晨起床还有午睡前起床呢，他因为很困就会皱眉头，那他的爸妈就经常批评他说，小孩子家家的一天到晚沉着个脸，你就是不想上学，干嘛给就是父母摆脸色。有时候呢还会因为这件事儿打他，就等于说他一起床就会被打。他一开始也分辨说，我不是不想上学，我是真的很困。但是他的爸妈就说，你别扯这个，别人家小孩洗把脸就精神了，哪有你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事情积累起来很多以后呢，会造成他比如非常在乎自己的表情管理，很怕被人误会他不高兴，然后一天社交下来呢，就会觉得非常累，脸也笑得很僵硬。他的感受我挺能理解的，我小时候被家人误会的事情也很多，有一件事情我现在都记得自己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春节，然后我跟外甥女待在一个房间里，她那时候刚刚1岁多，然后她妈妈也就是我的表姐让我帮着看她一下，她去客厅要待一会儿，然后马上回来。那我外甥女就指着扫床的那个扫把跟我说拿，就她不太会说话，当时喊，我就说哦，你想要这个呀？我就拿起这个扫把，然后放在她眼前。就在这个瞬间呢，我有一个上高中的表哥，他正好来拜年，走进屋里面，他就立刻把这个扫把从我手里面抢走了，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坏？我其实跟那个表哥，我现在还会起鸡皮疙瘩，好神奇，就回忆这件事儿。我跟这个表哥其实不太熟，所以我当下真的就惊呆了，我没有立刻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在屋子里面想了一会儿，就猜说他是不是觉得我想要拿这个扫把打我的外甥女呢？因为大人都不在身边，我想偷偷欺负他。想到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被误会了，我就特别的难堪，而且很委屈，就想说我怎么出去跟他解释呢？等到我表姐回来以后呢，我就鼓起勇气去找那个表哥解释，结果他已经跟家里大人就走了。那后面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也见过几次，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件事儿呢。首先因为真的不熟，而且他应该完全把这个事情已经忘记了，因为我就观察他跟我打招呼的表情也很正常很自然，但我好像很长一段时间都忘不了说人生中第一次有人跟我说你怎么这么坏，然后那种嫌弃的反感的表情我也记了很久。还有呢，我在前面一期节目里面也分享过说，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我就被我的美术老师给误解了，然后他就当众的批评嘲笑。我就再说一遍好了。其实就是我在上一个美术课，然后是写生，就请一位同学在台上做模特，我们要画他。当时我在第一排，然后老师就在我眼前坐着，我画的时候就怎么也没办法把这个头画好，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说这个头怎么这么难画，结果这个老师就误会，以为我在讲这个同学，他就发了很大的火，说那你上台，就是大家我们来看看某某的头有多好看，多容易画，就他的那个表情啊语气啊就是非常的可怕，然后当场同学们也是就是注意力都在我身上，所以这些经历呢其实让我慢慢变成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人，我也是非常害怕被人误会。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说，有那么多玻璃心的人吗？谁从小到大没有被家长或者被别人误会过呢？这种事情真的会记这么久？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会的。有的是因为天生高敏感、内向、不善言辞，什么心情都会憋在心里，没办法去发泄出来。有的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没有被父母的爱滋养过。反正点滴的小事在心里堆积起来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很久不能释怀的这种伤害，然后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受，不要跟着别人责怪自己，说为什么就我小题大做，我是敏感多心。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因为脆弱其实不等于软弱无能，它反而也可以变成一种力量。
这个理念不是我想出来安慰大家的心灵鸡汤，它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社会学家布朗通过多年的学习、数据的采集和工作实践研究出来的成果。布朗就讲说，我们通常把脆弱等同于软弱，那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有脆弱的一面呢，好像就等于让别人知道我无能，我有弱点。那羞耻感会让我们害怕这种感受，所以我们就会不去面对自己脆弱的一面，然后开始过度的解释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辩护辩解，甚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们认为很完美的人。但他就讲说，其实当我们承认自己脆弱的那一面，不藏着不掖着，然后坦荡的跟别人谈起来，其实就会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不会被羞耻感在控制住，然后做什么都束手束脚，被其他人的态度和情绪给影响了。因为我们一旦接受我就是会被一些人不喜欢，我的一些言行举止就是会被人误会和误解，那我在一些人眼里面，他们对我的评价就是会是我很差劲，我很傲慢，我人品不好，就这些词汇听起来很严重，很伤人。那很多人他其实就是能够轻而易举的不加思索，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我们下这种定义。所以其实呢，不管你多么注意自己的言行，多么善解人意，对人如沐春风，都会有人因为某一次跟你生气，或者某一次你说了一句气话跟他有了矛盾，他就会下定义说你这个人不行。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如就提前去接受，生活中一定会有这样的误会存在，我们不可能在每个人眼里面都是真实的自己，都是积极的那个样子。比如我这个人真的就是待人已经挺好了，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定会有一些评价会说，比如说我很假啊，然后我很装之类的。我一开始就是非常的委屈很难过，就是试图跟人家解释，就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就是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改啊之类的，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但是我现在就已经非常平和的，甚至很幽默的去接受类似这样的评价。就前两天还有一个评论就说我说话为什么这么娇柔做作，就我就已经可以用开玩笑的语气跟别人去讲这件事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被伤害到了。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就没有了把柄在别人手里，少了一些他们用来攻击我们的工具。因为当你害怕你某个特点被别人知道，往往就是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接受这件事儿，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它是我不招人喜欢的一点，所以我们就会藏着掖着，然后用大量的力气去维护我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这种形象。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很不自信，或者你怕别人知道你失败过的一个经历，还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会嫉妒别人的想法。如果我们非常害怕别人知道了以后会嫌弃我们，那其实你就会给别人一些权利，那只要他用这个点来攻击你，你就会难受或者心慌意乱，然后为自己辩解之类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坦然地说出这些事情，那递给别人的这个权利呢就被我们收回来了，下一次当有人试图用这个缺点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比如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这个人有时候太敏感了，如果我们内心非常抗拒这个评价，那可能立刻就会受伤了，或者就会立刻解释自己说没有我哪儿敏感什么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很坦然的很平静的说，对，我就是天生的，我确实很多时候会比较敏感，那这个时候对方反而就没办法继续用这个点来打击或者刺激我们了。有一句话讲说，坦诚会削弱羞耻带来的负能量。那这句话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就是讲说，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脆弱的部分，不再过度的解释，过度的防御，就反而拥有非常稳定的内核。我就想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同学，他的英语发音非常差，有时候老师得让他重复几次才能听清楚他说的那个词到底是什么。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同学在他发言的时候就笑，但是呢他就仍然会非常积极主动的要求发言，而且他会很大方的说，我知道我的发音很糟糕，那我学习语言的天赋确实非常差，但是我下面要分享的观点是非常精彩的。他这样做了以后呢，大家反而慢慢觉得他好自信哦，就很有魅力。
布朗在《脆弱的力量》这本书里面呢，还讲到了一个利他的优点，就说当我们很坦率的面对自己脆弱的不完美的一面呢，也会激励到其他人。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例子，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他经常会毫不掩饰的说到自己家里面很穷，比如说大家问他要不要去哪儿吃饭，他会说不行呢，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太贵了。有一个学妹后面就跟我偷偷的讲说，她其实对自己的家庭状况有点自卑，但是看到学长这样的行为呢，也看到大家对于她的喜欢和尊重，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受到了鼓励，家境贫穷这件事没什么可遮掩的，所以她也会开始学着就很坦荡的提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不会觉得低人一等。我想这个就是布朗讲的，我们会激励他人的行为。那当然呢，在这本书里面，布朗也特意的强调说，我们在坦诚面对自己不完美和脆弱的时候呢，也是要讲条件的，也会有一个边界。比如说，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跟别人分享，就所有的缺点我都要告诉你，我在意的事情都跟别人讲，还是要分清楚哪些事情可以跟哪些人去讲。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布朗更侧重的是让大家去接受和喜欢自己脆弱的弱点，那他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讲说我们怎么样去停止跟别人解释自己这种行为呢？所以我想结合自己的小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还有我的一些来访人，我们是怎么样去练习戒掉这个习惯的。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戒掉了，尤其做播客以后呢，也会时常担心有一些话会不会被大家误会呢？但是已经比以前厉害很多了，内核基本上还是很稳的。那我们来看第一步呢，其实就得分清楚这件事情需要解释清楚和我觉得我需要解释清楚的区别。有一些情况我们就非得去解释不可，比如说它关系到我们学习和工作上面很重要的事情，那你不去解释清楚就会造成实际的影响。那这种情况其实解释是必要的，是一种正常的沟通。但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就算我们不去解释，不被误会了，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后果，只是自己会觉得不舒服、不放心。那这个呢，其实就不是一个外部的事情了，是来自我们内心害怕被误解的那种恐惧。解释其实就不会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是完全没必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让自己接受被误解就是人生的常态，每个人都会经历，它其实根本避免不了。因为在人际关系中呢，大家一定会误解对方一次两次，而且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代价远远没有我们在想象中那么大。很多时候害怕被误会的大家呢，就会把后果灾难化。比如说因为这件误会，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差劲的人，然后他会告诉其他的同事，接下来大家都会这么想，然后我就会被孤立。那事实上呢，我们没有那么重要，也不会那么脆弱，好多事情不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有时候你觉得你跟同事讲话可能被他误会了，他生气了，但事实上呢，他可能出了公司的门就已经把这件事儿忘了，他会想说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那我们心里面还在惦记这件事儿。我们有时候在别人生活里面的比重呢，其实是严重的高估了自己。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一下被人误会的经历，很多时候10次有8、9次根本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糟糕，就别人可能已经忘了，或者呢根本就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而且就算真的有人对我们产生了误会，他也真的去跟别人讲了这个闲话，那听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因为别人转述的这些事情呢，远远没有一个人亲自跟我们相处时候得来的那个印象更有分量，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会因为某个人说了几句闲话，然后就对我们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如果有呢，那其实也挺好的，他就正好帮我们排除那些不应该深交的朋友。因为如果别人讲几句话，然后他就信了，对我们就印象不好了，那这样的朋友或者同事其实是不是也不需要跟他们交往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习抑制自己下意识就要跟别人解释的这种行为，然后锻炼着去感受不被人喜欢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下次我们还想要就立刻跟别人解释自己这种冲动之下呢，我们先试着暂停3秒钟，让我们的理智赶上这种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
因为每一次我们选择了不要再去解释自己了，然后让自己在那种我可能会被他误会的这种不适感里面待一会儿，去慢慢的适应，不要立刻就冲出去修补一个关系，那其实我们就会在练习一种让自己更强大的习惯。我在做这种练习的时候，出于好奇，我就做过记录。我发现我每天几乎都有10几次会有那种觉得自己需要解释我言行举止的冲动，所以就会意识到说，不知不觉中我曾经生活的这么累，这么辛苦，就原来这些想法时时刻刻都存在我的脑海中。而且呢，我发现当我不再害怕被别人误会以后，有一个附加的优点，就会时常觉得自己很酷，然后自信心就会上升。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其实也可以拿一个小本来记录一下，我一天当中有多少次很担心自己被人误会，有多少次有一个冲动，就说这事儿我必须说清楚，我要不要跟他再解释一下。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真的对自己太不好了，就活得有点太辛苦了。关于今天的分享呢，除了《脆弱的力量》这本书之外，还有2本书也讲了相关的内容。有一本是很多读者都喜欢的《被讨厌的勇气》，另外一本呢是人本主义先驱阿德勒写的《自卑与勇气》。这本书我真的非常喜欢。那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今天的内容有点满，我主要是想尽量完整的把这件事情给表达清楚，所以希望没有把大家说困了。就天哪，我又在解释我自己的行为了，白说了这一期，开玩笑啦，谢谢大家的倾听，我们下一期见喽。